看到这个街景，看到这个行道树，老朋友们应该知道我现在在哪里。没错，我就是在上海，还是有点激动，有一种近乡情怯的感觉。因为新朋友觉得莫名其妙，你在那边近乡情怯什么？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前情提要。我之前在上海做了9年时间，然后刚搬回去台北1年半这样。连扫水车以前觉得很吵，现在都觉得好可爱。那这一趟回来主要就是见见朋友，然后还有吃以前很喜欢的餐厅，应该也会拍蛮多集的。今天这一集是我自己最期待的，就是我要带大家去吃我在上海最爱的餐厅们。无数个夜晚躺在床上，都会思思念念那一种上海的美食。那现在第一站呢，就要去吃我在上海最爱的老上海面馆。第一家就是沪西老弄堂面馆，我今天真的傻眼，今天是我史上看过排队最长的，后面一整排，这个巷子超深哦，里面全部都在排队。第一次来吃的时候，应该是18、19年了吧，完全不红，因为阿姨的数量比客人多那一种。然后这几年它有越来越红的趋势，但是都只有小排队而已。今天这个排队，我傻眼。是腊肉面、拌面加鱿鱼浇头，加个不要加蛋。对。那面给你2两好吧，3两怕你吃不了。可以。一个女生好吧，一共是37块钱。好，谢谢。多1块啊。虽然排队很长，但大概20分钟就可以入座了。刚才发 Instagram 就是小抱怨，怎么排队那么长？就有人跟我说，这家老弄堂已经变成了抖音名店，就是抖音上面推爆的那一种。这里上菜的方式也非常可爱，因为你点餐的时候会给你一个号码牌，拿到号码牌以后可以找位置坐下，这时候就会有非常多上人很大的人，就是端着面，然后来问你是几号这样。老弄堂它是蛮经典的这种上海面的体系，就是它会有一些酱爆猪肝，就是浓油赤酱类的东西，然后还有8宝辣酱。我每次都会在一大片 menu 前面想很久，可是最后还是点回腊肉面。236是吧？对，2看1家的哈。谢谢。不看1家。刚才没有忍住，先暴吃了一波。我本来在等的时候都很担心，说它现在变成这种排队名店，会不会味道变得很差？但吃到这一口以后就完全放心了，因为它的味道跟以前一样的好。我觉得其他口味的面都很赞，但其实讲真的，其他口味那种酱爆类型或浓油赤酱类型的，我觉得上海还有更多蛮好的店。但是这一碗腊肉面，我真的觉得是上海封神。腊肉是分2种的，就是有腊肉燥跟腊肉块。所以你去一般的店，它只会这2种有其中一种，但它2个口感都可以吃到。然后它的肉燥是辣味没有这么重，只有那个肉的香气。但是它的那个腊肉块呢，肉质非常的紧实，然后外面是有稍微裹一点粉再去炸再去卤，所以肉块外面其实会有那种传统卤炸猪排的那种感觉。腊肉块的辣度就会稍微高一点，但都是上海的这种甜辣路线。然后会一直吃老弄堂，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他们家的面呢超级好吃。他们家的面是这种细面，就是要翻车可以做的很难吃，但是他们家超级筋道。最喜欢他们家的就是上面还有加炸的油葱，就是除了油葱的香气，还多了一个酥脆的口感。这一碗面真的是不枉费我想它这么久，还是一样好吃。他们家的浇头也有很多选择，但是我其实都不太知道别的浇头是什么味道，因为我每次来都点一样的东西。有这个洋山芋榨菜肉丝浇头呢，真的是我的 all time favorite。它是把马铃薯煮得非常的软烂，然后跟榨菜一起煮，其实味道非常的淡，只有榨菜淡淡的咸味，还有肉香。但是这个东西配上红油真的很好吃。我每次都是2两的面，以前会吃完，但是我刚才真的吃不完，就是还剩了一些面这样子。但我觉得很赞的是它的面料比真的非常的赞，就是有些店它会给你超多面，可是料只有一点点。但老弄堂的话，真的是如果你要把那碗面吃完，你吃到最后一口都还会有料那一种面料比，超赞。我觉得最妙的是呢，通常在这种很挤然后很吵的店里面，我通常心情都会很差，但是我在那边就是有前所未有的祥和，因为我觉得那边的服务生都是一些非常亲切的大妈，然后就是他们在忙碌之中还是会照顾到很多小细节，整个气氛是很和乐融融的。现在吃完老弄堂，就是有一个套装行程，就是要去喝令茶，他们家的金桂米奶丸子哦。令茶在幸福里这一家店呢，超级宽敞的，而且很明亮。以一个很挤的幸福里来讲，这里面完全没有人，真的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。
令茶他们家呢，夏天我最喜欢喝的是我真的忘记它的名字，反正就是一杯，这个是青提类的那种冰沙，超级好吃。然后奶茶的话呢，我最喜欢的就是金惠米奶丸子，听起来是不是问号的一个东西？它其实就是乌龙奶茶底加上桂花跟酒酿。其实酒酿类的奶茶很多，桂花类的奶茶也很多，但是把这3个东西加在一起，还能做这么清爽的，真的不多。所以有些奶茶让它比较浓厚、厚乳系一点，所以你其实喝到的时候会觉得饱足感很重。但是这一个真的清爽的不可思议，你就算吃完一个2两的面再来喝它，你还是喝得下去。以前我记得它的标配是芋圆，但是这一家令茶现在没有芋圆这个东西了，我现在只能加椰丸，就是椰子丝椰奶口味的那种圆子。令他们家的原子类都蛮好吃的，边际效应不要递减，所以呢，接下来的爱店我们明天再去吃。再来是一家想念很久的面包店，不会念名字。这家面包坊呢，在建业里加佩乐饭店的门口。第一次认识的时候是来住建业里加佩乐嘛，然后那时候太早来，就想说在外面随便吃个面包好了，结果一吃直接惊为天人。他们家的面包品相都非常的经典，但是在经典里面又做的就是像教科书级别一样，所以就算外面有那种很稀花造型的可颂，很稀花味道的可颂，但是吃来吃去回上海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家。他们家法式面包其实种类蛮多的，最有名的就是可颂系列嘛。然后另外非常红的品项就是法国面包，一大根都只要10块钱，然后里面的气孔做的超级好，但是那一大根我真的是也吃不完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小的，是蒜香法棍，每次都假公济私，点一堆自己想吃的，超快乐。要先吃哪个呢？先吃甜的开胃好了，长相非常标准的一味可颂，散发着金色的光泽。我刚才那一口甚至没有咬到巧克力哦，但还是一样快乐。就有时候你吃面包，第一口没有咬到馅，你会觉得那个面包就很饥饿嘛，但是这个完全没有，你会从第一口享受到最后一口。里面的起酥很多层次，然后空气感非常的足够，非常蓬松会回弹的这一种。上面这一层金黄色的皮非常的娇弱，就是你一碰到它，它就会化成千千万万块的小碎片。巧克力的部分是偏甜的那种巧克力，但是并没有那种很化工巧克力糕的那种感觉。看看这个剖面啦，我本来想说吃一半就好，现在有点停不下。在这里吃，它会帮你切片，就蛮贴心的。上面还有一点黑黑的这个，我突然忘记它叫什么名字。这好的法国面包呢，就是外面这一层壳是脆的，里面的组织是柔软的，然后面包体是有弹性的，柔软的同时又要有一定的韧性。那法国面包里面这一层，其实你看已经有韧性到一种类似马吉面包的那一种 Q 度了。法国面包最快乐的部分是哪里？这个角角。又是一个吃到很感动系列。吃饱后要开始上班了，在一个咖啡店办公，你会需要什么呢？一个咖啡店，一杯咖啡，一台就算是贴纸也没关系，但一定要有 Apple logo 的电脑，一直帮你吃掉坏米娅的莎莎。感谢本集 Surfshark 投喂。我都很爱在外面工作，是离不开 WiFi 人了，完全是骇客眼中的大肥猪、大肥羊。公开网络上，其实你做任何事情都非常有机会被这些坏命盗用你的资讯，这种感觉就很像你的那些资讯都完全裸体一样。但是这时候 Surfshark 呢，都会像奶奶一样，就是不管你冷不冷，都要给你加100件衣服。那透过加密保护，就可以保障资料不会被外泄。另外是像我很常一个人在海外到处跑嘛，这种时候晚上很无聊的时候怎么办？就可以搜搜。当然就是要用 Netflix 大看剧，跟朋友聊剧情啊。像我之前在纽约的时候，那时候台北女子图鉴刚出来，然后就是所有人都在讨论，可是因为我在美国就是看不到，所以这时候有了 Sharp VPN， 就可以把你的 IP 一键搬回台湾，就可以跟大家一起骂013了。简单来说 ，Surfshark 可以一键解锁世界各地不同串流平台的那些内容。那如果你也是像我这种难搞人，就是坐着的时候想用电脑看，躺着的时候想用 iPad， 在马桶上面想用手机，那你也完全不用担心，因为 Surfshark 只要一个账号就可以在你所有的装置里面使用。现在去资讯栏点连结，或者是用我的折扣码，就可以有1.7折的优惠。订2年还加码再送3个月，如果不满意的话，30天还有无条件退款政策。真是一只大方的莎莎，好想看 Netflix 哦，可惜我要工作了。来
就是生煎东太祥。生煎这个东西在世界各地蛮多地方都可以吃到的，但是我觉得出了上海以后，真的没有这一种味道。一两鲜肉生煎，对，我觉得你差。对。生煎包这个东西呢，其实在上海分成蛮多流派的。以前还有特别做过一集，就是在研究生煎，就是它分成不发酵、发酵还有半发酵嘛。不发酵代表是小杨，发酵代表是大湖村，然后这一家东太祥呢，就是半发酵的代表。但东太祥一直是我的生煎最爱，因为它是发酵到一个薄薄的面皮的程度，就是又有那个韧性，但是又有发酵那种空气感。好怀念这一种底层焦焦的生煎，之前每次吃到都是只有微焦，就很不开心。我超爱这种焦到已经像饼干一样的生煎底。生煎这种东西还是要在店里吃最对味，因为回家的话就会冷掉，那个猪肉的汤就会变得有一点腻。但是在店里吃，永远都可以吃到热到会烫到的生煎。每次想到这件事情，就想到我2013年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，然后我室友就带我去吃生煎嘛。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它是一个有危险性的东西，我就直接大咬一口，然后那个汤直接喷到我的胸口，我直接烫伤我不夸张，就是这一块直接烫伤变红色。大家吃生煎的时候一定要先小小的咬一口，超小口就好，然后开始吸它的汤汁，然后你就安全了。东太祥他们家顶部的皮呢，其实是薄薄的，但是有一点空气感韧性。吃到第3口的时候沾一点醋，那上海也是算偏甜的地方，所以它里面的肉馅呢，其实完全就是台湾南部甜那种感觉。但是我记得小杨的肉其实是会比较香，然后有胡椒味的。东太祥就是走一个比较温和的路线。我现在是平日的下午来嘛，其实店里都是一些老上海，就讲上海话的人在吃。味香斋，现在下午1点哦。我本来想说错峰来吃饭，下午1点应该比较不会有人，结果里面还是塞满了人。这也不意外啦，因为味香斋连续几年都有获得米其林的推荐。一家非常小的面店，然后菜单也很简单，只有几种选择而已。但这么简单的菜单，这么家常的环境，还可以获得米其林推荐，大家就应该知道它有多好吃了。店虽然很小，但是也蛮流水线操作的，就是大家进来就可以疯狂的点餐一波，然后你手上就会有你的小票。之后就是厮杀的开始，因为你要自己找到位置坐下以后，才会把小票给到那个阿姨，才会给你面嘛，所以你就要自己快很准的盯好每一个位置。刚才在味香斋里面应该有破了我人生的一个记录，就是吃面的最快速度。那里面的人潮，还有那些虎视眈眈的眼睛，就是多到你连多拍一张照片，感觉都会被大家杀掉。那味香斋的麻酱面，它的魔力真的是太大了。就算要这样人挤人，用餐环境这么恶劣，还会不小心被阿姨手上一些黄色牛肉汤洒到之类的，还是常常来吃，因为它真的超级好吃。他们家的麻酱面麻酱非常的浓醇，就是麻酱已经厚到你拌面的时候，其实需要一点力道去把那个酱拌开。酱汁底呢，其实还加了一点点酱油，我还有额外加我腊肉的上面那个辣油，拌在一起吃就是有芝麻香，然后红油的椒麻香气，以那个酱油淡淡的一点甜味，麻酱让整个酱汁非常的厚，就很好的扒在面条上面。然后拌面这么简单的东西，除了酱以外就是面了嘛，它的面也非常的优秀，就是那种传统的白面条，然后是圆形的那一种，也算是中等稍微偏硬一点，就很适合我这个爱吃硬面的人。麻酱面本人我应该可以给到70分，然后推荐敢吃辣的大家一定要点腊肉浇头，因为你把腊肉浇头的那个汤汁倒到面里面的话，直接从70分的面变成99分。我没有很爱他们家的腊肉肉质本身，因为我觉得稍微有点太紧实了，然后稍微不会到柴，但是就是有点偏紧实，我个人没有很爱。米其林推荐常常会有一些雷物，但是味香斋真的可以。招牌长得不一样的 Dipping Gelato， 招牌真的已经长得我认不出来了。他们家的口味呢，我在上海的时候基本上每一季都会全部吃过，因为它离我之前住的地方很近，我每次下班都会买个2球。那时候没有胖，我也是觉得蛮神奇的。今天点的是2个常规的口味，就是每个时候都会有的。这一个是我最爱的红茶芝士蛋糕，他们家冰淇淋的质地就是有点黏黏的，但没有到黏土那种厚重感，就是还是在嘴里会化开的那一种。然后红茶芝士蛋糕，我觉得先是蛋糕味，后面才会是一个比较偏苦的红茶香。再来是一直在常规菜单，但我没有吃过的口味，麦乳白咖啡，白咖啡还是它叫麦乳白？
知道。它是咖啡糖的那种咖啡味，不是很纯苦的那种咖啡，有一种童年的感觉。不管什么口味都基本上不太会踩雷，拜托大家来上海一定要吃。接着来到最后一家，应该也是吃完会最饱、味道最重、记忆最深刻的一家——粉加螺蛳粉。大家知道螺蛳粉这个东西吗？就是在柳州那边非常有名的，以臭闻名的一个粉，就跟臭豆腐的概念差不多。我之前就吃很多家螺蛳粉，还有包括那种一包一包卖螺蛳粉，其实吃完都觉得这个东西不错吃，可是就没有到爆爱，超级想，每次都会想吃的那种程度。直到遇见这一家粉家螺蛳粉，它其实不是开在上海最热闹的区域，它在一个比较冷门的路叫阳仔路。我记得第一次来吃，应该也是疫情前蛮久吧，反正就是它只有阳仔路这家店，然后只有2个店面。他今天阳仔路这家店竟然有4个店面了，我傻眼。太香了，直接暴吃了一波。我已经很努力埋头苦吃20分钟，还是有办完。因为这没有额外加辣，但还是一直流鼻涕。我点的是招牌汤的螺蛳粉，就是它什么东西都不要加呢，它上来就是满满的一整碗。因为它每一碗螺蛳粉里面其实都会有8种配料。我在开吃之前其实也拍了蛮久嘛，我本来怕它会有点软掉，但它吃进去还是一样，非常的 Q 弹，很爽滑筋道。这个汤头呢，你光看那个色泽就知道它是一个重口味路线，因为它喝进去其实是先带有一点酸香，然后最后是有一个螺丝，就是那种螺味嘛，就是那种海鲜味的感觉。一般吃这种汤面啊、汤粉，其实应该都是面大概占7成，然后料占3成吧。可是我觉得粉加螺蛳粉他们家大概面料比是5比5，就是一口面可以配1整口的料，上面就有酸笋，然后酸豆角、木耳、花生、腐皮，当然还有就是臭味来源酸笋。这一家还有另外一家就是青菜还有鹌鹑蛋，这些料听起来就是每个东西都很常见，但是他们其实每一味都缺一不可。那这些料好了，它其实都是偏脆的东西，但它的脆度又不太一样。像花生是那种一咬下去就裂成2半的碎，那木耳可能是稍微有点弹性的碎。味道的话，其实有腌制物带来的酸味，然后还有油脂，例如说肉末，还有花生带来的这种油脂香，所以它味道真的是非常多层次，口感也很多层次，一吃就真的会停不下来。像我刚才多次想要停下来分享，但我想说再吃一口好了，然后就半碗没了。还有糖水铺，因为你吃这种酸酸辣辣重咸的东西，就会想要2个东西来解腻啊。然后他们就有卖一些雷公根啊、沙棘汁，然后还有这一个在外面其实蛮少看到的木薯糖水，一碗18块，里面全部都是这种木薯。木薯大家可能比较少见过，但是木薯粉大家一定就超级常见了，因为木薯粉就是做芋圆还有地瓜圆的那个材料，就口味跟地瓜比较类似，但是又没有地瓜那么浓烈的甜，它只有那种淡淡的，就是甘薯的那种甜味，但它真的非常的纯天然，里面还会有一些比较粗的纤维。比起木薯本人呢，我更喜欢喝它这个糖水，它的糖水煮得蛮稠的，可能是木薯本身的那个淀粉都煮出来了，所以其实喝起来是一个羹汤的状态。吃饱饱，那这一次的回上海必吃之旅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我已经忘记是吃7家店还是8家店了，反正就是这么密集的吃所有自己喜欢吃的东西，超快乐哎！突然能量用尽，我现在非常的饱康。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喽，上海应该还会有别的影片吧，应该啦，拜拜。